在这里，大帅将和大家分享 K 线基础和实战形态，讲清楚 K 线的核心，让你不管在任何时候看到 K 线都可以快速的判断市场行情。内容较多，我会说的详细具体，建议反复观看。记得订阅大帅频道，也欢迎你使用大帅编写的 TradingView 指标。K 线是很多指标的基础，它可以集中显示所有市场的重要信息，包括开盘价、收盘价、最高价、最低价以及上涨下跌的幅度。一天的最高价决定了多头的强度，最低价决定了空头的强度，而收盘价格则是多空博弈的最终结果。K 线的学习其实很简单，先理解单根 K 线的强度，然后是基础的 K 线组合，完成之后学习实战 K 线形态，最后是不同的画线策略。单根 K 线的长度本身也代表了市场的强度，多头实体长度越长，代表多头越强，空头实体长度越长，代表空头越强。同时 K 线的形态也代表了多空博弈的经过。以下4种单根 K 线强度是最重要的强度判断。一，在下降趋势中，当 K 线的实体部分很小，下影线较长，上影线较短或无，下影线的长度通常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这种形态就是大长腿，代表当天空头进攻失败，多头反攻成功，市场可能即将反转上涨。2，同样是下跌趋势，倒锤子线通常出现在下降趋势的底部，此时实体部分很小，上影线较长，下影线较短或无，表示市场可能即将反转上涨。3，对于上涨趋势，我们要注意十字星。十字星通常出现在上升趋势的底部，此时没有实体部分，只有上影线、下影线较短或无，表示市场可能即将反转下跌。4，同样是上涨趋势，吊颈线通常出现在上升趋势的底部，此时实体部分很小，下影线较长，上影线较短或无，表示市场可能即将反转下跌。除了上述4种单根 K 线强度之外，那么2到3根 K 线组合如何判断强度呢？接下来说说重要的9种 K 线组合判断。1，看涨吞没形态。该形态特征是一根大跌线后紧跟着一根大涨线，大涨线的实体完全吞没大跌线的实体，该形态通常出现在下跌趋势的底部，表示短线走强可能即将反转。2，穿刺线形态。该形态特征是一根大跌线后紧跟着一根大涨线，涨线的实体深入跌线实体的1半以上，该形态通常出现在下降趋势的底部，表示短线走强可能即将反转上涨。3，底分型形态。该形态特征是中间 K 线的低点低于前后2根 K 线的低点，中间 K 线的高点也低于前后2根 K 线的高点，该形态通常出现在下降趋势的底部，表示短线可能即将反转上涨。4，三连涨形态。该形态特征是连续3根上涨线，表明市场在短时间内持续上涨，该形态通常出现在底部反转或上涨中继阶段。5，看跌吞没形态。该形态特征是由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组成，阴线的实体完全覆盖了阳线的实体，在上升趋势中，当出现看跌吞没形态时，应密切关注后续走势，确认是否出现趋势反转。6，乌云盖顶形态。该形态特征是由一根上涨线和一根下跌线组成，下跌线的开盘价高于上涨线的最高价，收盘价接近当日最低价，并且下跌线的实体深入上涨线实体的1半以上，出现在上升趋势的顶部，可以设置止损位在乌云盖顶形态的最高点上方，以防止假突破。7，黄昏星形态。由3根 K 线组成，第一根为大涨线，第2根为小跌线或小涨线，第3根为大跌线，且第3根跌线的收盘价明显低于第1根涨线的实体部分，出现在上升趋势的顶部，表明市场可能即将从上涨趋势反转为下跌趋势。8，三连跌形态。该形态特征是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跌线，即收盘价低于开盘价。三连跌可以出现在顶部反转或下跌中继阶段，显示下跌动能逐渐增强，可能造成更多抛售。9，顶分型形态。
该形态特征是中间 K 线的高点高于前后两根 K 线的高点，中间 K 线的低点也高于前后两根 K 线的低点。该形态出现在上涨趋势的顶部，表明市场多头力量开始减弱，空头力量逐渐增强。了解了基础 K 线形态之后，接下来是较为复杂的13种实战 K 线形态。在这里，我们不再只用几根 K 线，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实战 K 线形态，从而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市场方向是否即将反转。一、双重底，价格在下跌过程中两次触及同一低点后反弹，形成两个相似的低点，颈线位于低点之间的高点。注意，当价格第二次触及低点后反弹，突破颈线时，确认双重底形态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上涨。目标价位通常为颈线到双重底低点的距离向上延伸。二、三重底，价格在下跌过程中三次触及同一低点后反弹，形成三个相似的低点，颈线位于低点之间的高点。注意，当价格第三次触及低点后反弹，突破颈线时，确认三重底形态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上涨。目标价位通常为颈线到三重底低点的距离向上延伸。三、头肩底，价格在下跌过程中形成三个低点，中间的低点头部低于两侧的低点肩部，颈线位于肩部之间的高点。注意，当价格突破颈线时，确认头肩底形态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上涨。目标价位通常为颈线到头部低点的距离向上延伸。四、下降通道，价格在下跌过程中形成两条平行的趋势线，上轨为下降趋势线，下轨为支撑线。注意，价格通常在通道内波动，触及上轨时卖出，触及下轨时买入。当价格突破上轨时，可能预示趋势反转。五、上升三角形，价格在上涨过程中形成一条水平阻力线和一条上升趋势线。注意，当价格突破水平阻力线时，确认上升三角形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上涨。目标价位通常为阻力线到三角形底部的距离向上延伸。六、下降楔形三角形，价格在下跌过程中形成两条收敛的趋势线，上轨为下降趋势线，下轨为下降趋势线。注意，当价格突破上轨时，确认下降楔形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上涨。目标价位通常为楔形高度向上延伸。七、横盘通道，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，形成两条平行的水平线，上轨为阻力线，下轨为支撑线。注意，价格触及上轨时卖出，触及下轨时买入。当价格突破上轨或下轨时，可能预示趋势突破。八、双重底，价格在上涨过程中两次触及同一高点后回落，形成两个相似的高点，颈线位于两个高点之间的低点。注意，当价格第二次触及高点后回落，跌破颈线时，确认双重顶形态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下跌。目标价位通常为颈线到双重顶高点的距离向下延伸。九、三重顶，价格在上涨过程中三次触及同一高点后回落，形成三个相似的高点，颈线位于高点之间的低点。注意，当价格第三次触及高点后回落，跌破颈线时，确认三重顶形态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下跌。目标价位通常为颈线到三重顶高点的距离向下延伸。十、头肩顶，价格在上涨过程中形成三个高点，中间的高点头部高于两侧的高点肩部，颈线位于肩部之间的低点。注意，当价格跌破颈线时，确认头肩顶形态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下跌。目标价位通常为颈线到头部高点的距离向下延伸。11、上升通道，价格在上涨过程中形成两条平行的上升趋势线，上轨为阻力线，下轨为支撑线。注意，价格通常在通道内波动，触及下轨时买入，触及上轨时卖出。当价格突破上轨时，可能预示趋势加速。12、下降三角形，价格在下跌过程中形成一条水平支撑线和一条下降趋势线。注意，当价格跌破水平支撑线时，确认下降三角形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下跌。目标价位通常为支撑线到三角形顶部的距离向下延伸。13、
上升楔形三角形，价格在上涨过程中形成两条收敛的趋势线，上轨为上升趋势线，下轨为下降趋势线。注意，当价格突破下轨时，确认上升楔形完成，预示价格可能下跌。目标价位通常为楔形高度向下延伸。以上就是 K 线的核心和形态汇总，还有画线工具，在这里讲不完了，我会在后面更新视频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，也欢迎你使用大帅编写的 TradingView 指标。